臣斗胆推测，东海真正想要的，只有淮东3州之地而已。岳将军是想说，东海原本就要退，所以本王这一路的征战，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意义吗？末将不是这个意思。可在本王听来，将军确有所指啊。莱阳王多心了，老夫听来他没有这个意思。你接着说。是。淮东3州连接东海国，所辖离岛众多，水域广袤。东海一旦取得淮东，可据守淮水天险，易守难攻。那时，我大梁将难出外海。至于为何东海国敢于孤注一掷，不惜与我大梁为敌，也要强夺淮东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重要的目的。那岳将军倒是说说，东海有何重要目的啊？这其中3州有何重要意义，末将尚未参透。尚未参透是什么意思啊？针对此事，末将事先写好了奏本。今日诚请陛下与诸位大人参阅。宣首府。是。岳将军的想法，老夫觉得很有详加研判的必要。陛下，首辅大人所言极是。潮州上下对于东海的了解实在太过不足，也确实有可能如岳将军所言，低估了其守住淮东3州的决心。不过在臣看来，对一国之研判牵涉到方方面面，切不可操之过急，以免结论草率，反而于事无补。眼下正是年尾，祭祀仪典关乎来年国运，也不可轻慢。故而微臣建议，不妨等到年后，由内阁统召各部，详加商议，把整个东境大局重新安排一遍。莱阳王所言也有道理，不急在一时。岳将军的想法，见解独到，颇有可取之处。既然开年要重商东境大局，年宴之后，你不必急着回去，留在京城，听从安排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岳将军留在京城，年后大家一起商讨战事。臣遵旨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哎，你醒了？不是我，姑娘，你别怕啊，你可算醒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不会是个哑巴吧？哎，你昏倒在城外头，记得吗？我们把你救回来的。城里啊？你会说话呀？我为什么会在城里？为什么要把我带回城里？不行，不行！哎，你别怕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想问你，为什么必须要离开？离开之后，你又要去哪儿？
我应该去哪？可能是回茜州吧。茜州？你是茜州人？我就在茜州任职，可听你的口音不太像啊。我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。哦。军报抄本都给您找齐了，多谢，辛苦。尚书大人都亲自打过招呼了，说什么辛苦啊？其实岳将军第一次来的时候啊，应该提一句，您是进京面圣的。这单报个品级，京城实在有太多大人物了，可不就给您排在后头，让您白跑了几趟吗？这绝对不是故意为难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哪里的话，您客气了。你要回茜州，那你的路引呢？什么？走这么远的路，一路城防，总得有个身份路引吧？我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像什么人吗？什么人？就像某一府的陶奴。啊？你还真是个陶奴啊！将军回来了，把谭衡叫来。将军，那姑娘醒了，谭将军正问话呢。把东西放我屋里去。是。求大人放了我吧！哎，不是，我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事，真的没有。我也没干什么呀。我就只是想要你别哭啊！怎么回事？而已。你干什么了？我没干什么啊！真的，我就问他一句是不是陶奴，就把他吓成这样了。哎呀，你要真的想走，谁也不拦你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姑娘，你大病未愈，又没有盘缠，连个身份你都说不清楚，你怎么活着从京城回到家乡啊？我们是真的费了一番力气才把你这条命救回来，实在不想眼看着你又出去送死，是不，将军？你自己处置，我不管。将军，你去兵部要东西拿到了吗？晋尚书发话了，当然拿到了。哦。哎，你刚才叫他将军啊，他是我们茜州营岳将军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不是逮人，也不管抓陶奴。那你说过
曾在茜州任职。你家将军打过东海之战吗？打过，我们都打过。我听说家乡死了很多人。你是觉得我们没有尽职尽责，护卫好百姓吧？不，我比你们谁都知道，那不是你们的错。怎么回事？既然难免要死，就不能白白的死。什么意思啊？大爷回来了。你真的是巡抚的丫头？我已经不算是巡抚的丫头了，应该是莱阳王府。那你又为何要逃出莱阳王府？又想要跟我说什么？我要举发莱阳王。你这孩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婶娘，是妃婵不孝，这几年让婶娘操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叔父，经年不见，叔父身体想来可好？还好，还好，只是宫里的事情太多，没有办法。当陛下再长几岁，一切就会轻松了。飞展才回来，肯定累了，以后还有说话的机会，先让孩子休息吧。好。你住的院子我都收拾好了，婶娘送你过去。多谢婶娘。这不可能吧？你说话可得有证据。无凭无据的你一个小丫头的话，你让人怎么采信啊？是不，将军？将军，你不会真的相信是？啊？你说的话我还得再想一想。你先送他回去休息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。谢谢将军。原来将军一直在怀疑莱阳王吗？每个人的战法都不一样，无论是奇怪的冒进，还是不合情理的巧合，在战场上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所以，即便是对你，我也不能明说自己到底在怀疑什么。直到今天。
一个远在京城的小丫头，直接说中了你心中的疑虑。不管什么人，通敌叛国就不能放过他。你轻点儿，下来。别的先不说，就想想咱们死伤的那些兄弟们，这事儿咱们必须得管。你想怎么管？上报兵部或者御史台。这状告莱阳王，应该归谁受理啊？一个丫头的供词，并不能定罪。要想找到实据，必须继续详查。现在在这个金陵城里，能够压住莱阳王先行立案的，恐怕只有内阁巡守府。那您就带着这个丫头去见巡守府啊！东海之战过后，两家随即联姻，这期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这些京城外的人，怎么可能知道？哎呀，那……而且你真的就敢确认，内阁巡守府值得信任吗？那还有陛下呢？能跟陛下说话的机会，并非轻易就有。将军。莱阳王正是声名赫赫之时，我一个五品参将想要扳倒他，恐怕连走出第一步的机会都很难呢。不过你有一句话，倒是说对了。嗯？哪一句啊？通敌叛国，绝不能忍。这件事，咱们必须得管。恭祝太后娘娘心岁安宜，福寿安康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今儿是大年初一，最是新春吉祥的日子，宫里以喜乐为上，哀家也不拘束你们。既然已经拜过年了，领过赏，各自玩乐去吧。谢太后娘娘。给大爷拜年。啊，大爷您的信才送到的。给老爷带个话，说我一会儿过去拜年。是。真是太好了。那平津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你可真沉得住气啊，怎么不早说啊？刚见到平津的时候，我一看这个毛头小子，我还在庆幸他并不知道我是谁。可后来时间长了，我想告诉他了，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了。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也就没有再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他说这事儿了。真是难为你了。要不，我去帮你跟他说。不，姐姐，再容我一些时日，我想亲口告诉他。也好，但是不能让他等太久，要不然我可沉不住气啊。
往日还要安静，没有一丝年味儿，也就侧耳一声红棉袄的跑来跑去。山中无岁月，自然如此。这琅琊阁冷眼旁观这么多事，一年一节，一时一季，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？话虽如此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这一年300余天，一天12个时辰，却是最漫长的煎熬。平静。没了大哥，没了父王，也看不见你。这3年来，我自己心里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所以我不能再骗自己了。离姐，我想伴你游历山水，想陪你撰写遗书。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，但是我就是不能想象，我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你会是什么样的。所以我想请你答应我，让我与你此生相守，永不分离，可以吗？平静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等一下，林夕，那银锁我早就已经摘掉了，想必你也知道那是父王的意愿。可我都等了这么久，那姑娘一直没有出现，所以我相信她一定有个很好的归宿。如果那姑娘出现了呢？这不是我的银锁吗？你的都摘了，我的还没戴过呢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对不起啊，平静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。这不可能啊！是你？不是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和林夕准备开春之后下山，先到梅岭，将婚事拜告于父王墓前。之后呢，同行去北燕，他在那里有百草新卷要编，而我就全当替兄长游一下这邻国山水。那金陵呢？终于放下了？虽然心中曾经寒凉，但家国于我，永远不可能完全放下。我只是不再试图背负一切，不再勉强自己，去面对不想面对的局面。父兄对我的期许，也就是如此。是我之前想太多了。是啊，逝者所愿，只要平安喜乐就好。你自己选择背负的，全是你自己的本心。将军还是决定去见荀大人吗？思来想去，既然都有风险，那么还是首辅大人更值得相信一些。这个荀大人虽说跟蓝燕王有姻亲之好，但他毕竟当朝这么多年，又是太后娘娘的嫡亲兄长，怎么着也不应该跟东海有什么牵连才对。但愿如此吧。叔父，彭州深水船屋，
到底是将门之后啊，偏居琅琊，却见微知著；身处江湖，却心系社稷。我知道了，待我向他致谢。你放心，叔父还没有老糊涂。老爷，您要的拜帖都在这儿了。给这位岳将军回帖，让他明日过府。是，老爷。何大人，久等了。你们隋大人呢？不是毕府封印了吗？只留小人当值。大人有何要事？是这样，我有些重要的旧档需要查一下。这个怕是年代太久远了。怎么，找不到吗？不，这个得去查一下废置不用的旧档。大人里边请。大人请看。啊，这边还有。大人，应该就是这些。将军是第一位提出来要私下会面的人。你知道，这年节之中，有多少人到老夫的府中来拜会吗？大人不嫌冒昧，末将甚为感激。你关于东晋的奏报，内阁上下都认真读过了，赞誉颇佳，认为你的见解独到，思路清楚。所以老夫觉得，你不是不懂得拜会的规矩，而是另有缘故。是。你说。末将今日前来，愿以身家性命，向首辅大人举报莱阳王。仅仅是一个丫头之言，你就敢举报到老夫的面前？你怎么就知道不是陶奴的诬陷呢？东海之战，末将不是旁观者，从敌兵偷袭到援军反击，我都身在其中。其实心头原本早有疑虑，那位姑娘的供词，于我而言只是佐证罢了。东晋败得惨烈，原有的将军损伤殆尽，确实剩得不多。但是像你一样从头战到尾的将军，也剩下有10余个吧？为什么其他人不觉得战事蹊跷呢？那只能说，莱阳王和东海的这个局做得实在精巧。你可曾知道，莫兹侯
和萧元启之间有杀母之仇啊！这个末将不知。眼下，朝野上下公认，东海之战，莱阳王是首功之臣。陛下也已经颁旨嘉奖，抵报四方。他和莫兹侯之间又有一份解不开的血仇，而你却指控他一个天大的罪名，仅凭一个婢女之言，还有自己的直感，并无半分可以查证的凭据。老夫说的对吗？末将，如果搜查莱阳王府，找到乌金剑呢？无凭无证，你就想请陛下下旨搜查王府？正如你所说，这把剑沉于池中，那又怎么能够证明不是栽赃陷害呢？或许我可执大人印信去大理寺，调阅东海通敌一案所有卷宗，重新梳理一遍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切实的线索。可是，凡是牵涉到东海通敌案的人，已经全数处死了呀。这件事情确实处置得太草率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东海之战对于陛下，对于我大梁的国运，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我身为首辅，责任在身，即便有一丝疑虑，也不能轻易的放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居然开始相信你了。坐。这个罪名实在是太大，如果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，即便是老夫，也不能仅仅是因为你的举报就随意的下内阁军令逮捕莱阳王，你明白吗？末将明白。但如果无人追查，真相又岂会从天而降？大人，东境10州军民，多少冤魂亡于战火之中。现在除了首辅大人，还有谁能给他们一个公道？眼下正是年关，处理事情不能急躁。在陛下复印开朝之前，你不要轻举妄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让老夫也好好的想一想。你来自茜州？是。那么对深水船屋可有耳闻？深水船屋？这下通了。淮东水域地势特殊，其航道深广，避风港重。末将记得前朝有位魏将军在彭州、茜州广练水师，设想过建造大型船坞。对了，东海借助内奸情报突袭10州，其实只是掩人耳目，其真实意图只在这淮东3州之地。我说这仗打得蹊跷，更像演戏。大人，萧元启定是与东海合谋，出卖军情，东海以7州胜果作为回报。你马上去工部查一下旧档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魏将军所留下的关于深水船坞的建造图稿。是。可是这有何用？如若举报，这就是佐证的重要文件。
末将领命。夫人，你最近可曾派嬷嬷去兰阳府看过安儿吗？老爷放心，已经去过了。您安排给安儿备的安神定气的补品，也差嬷嬷送过去了。那就好。安儿的房间别忘了，要经常派人打扫打扫。安儿是自家孩子，这事儿老爷就放心吧。荀家的姑娘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着，不能受半点委屈。老爷，此话何意？哦，前些日子，安儿不是受了惊吓吗？老夫心里一直惦记着。啊，明天有件事情，还要请夫人安排一下。你看，确实没有了。这什么时候被拿走的？昨天，巡防营合同里来过，说是要改造个旧院子，拿点图纸，他就都拿走了，都是些多少年没人要的东西。公布的档案乃皇家金匮，怎么能这么随便就给别人呢？将军，这名录是3年前整理天禄阁时抄录的，就为了留个底儿。这已经超过快30年了，属于过期报废的旧档，下官也没有理由不给何大人呢。你还，谭衡，我去，你干什么？将军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何成？王妃病体尚未大愈，大夫吩咐过，要尽量静养，所以本王早就向叔父禀告过，说出12年宴那天再过府请安。叔父当时也答应了，还说都是一家人，不介意这些虚礼，怎么今日就突然想起要接我们过去呢？王爷，王妃从小是在夫人膝下长大，就如同亲生闺女一般。这些时日，王妃身子一直不适，夫人难免会有牵挂。昨天梦里，她梦到王妃小的时候了。这一大早醒来，实在是坐卧难宁，老爷这才派奴婢过来。啊，王爷和王妃如果今日不能过去，那我们老爷和夫人就会亲自前来登门拜访。大年下的反倒让长辈过来，哪有这样的礼数啊？自然应该是我跟王妃过去。那嬷嬷，先请花厅喝杯茶，王妃总得要梳洗打扮一番，换身出门的衣裳才行。我们家姑娘从小都是我照看大的，哪里用得着回避梳妆呢？虽然我年龄已长，手脚不如以前伶俐了，但站在一旁递个粉盒什么的，老奴还是可以侍候的。也好。王妃，我说的，把事情问清楚了就是。不必多想。见过叔父。见过叔父。婶娘。婶娘。不敢不敢，不必多礼。到了叔父的府里，自然是该行家礼。安儿，怎么一场病，脸色这么难看了？走，咱们到屋里说话去。
哎，王爷，他们娘俩说话，你去干什么呀？走走走，到老夫的房里，咱们喝2杯。唱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。忆当年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茫。人间多邦，月出门宫墙。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灼灼堂弟，亘古自在华章。宇宙疯狂，何方？林间月明，看层峦叠嶂。汉角军鼓掌，营前一卷平冈。烈酒当饮尽觞。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满长江。论后期何曾远悲凉，清平世间香。两公苍野无伤，谈天道何时不勇猛？千层云，凭雪浪，血液都涉心芒。换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挽长江。论豪气何曾远悲凉，清平世间香。愿天下从